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，欢迎莎娜老师；华谊家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，欢迎曲薇老师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衡老师，欢迎严品衡老师；涂磊老师，欢迎涂磊老师。来吧，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和他领证不到1年，总感觉他没有之前的好，很多事情变化太大了，很多问题上他也不听从我的建议，总是想自己去创业，但是结果往往不尽人意，而且还总抱怨我不理解他。之前呢，他对我这个事业，包括家庭，包括我这个人非常认可，经常的鼓励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发现，除了抱怨指责以外，没有其他的了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太挑剔了，还是他做错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男嘉宾胡先生，36岁，来自江苏个体；女嘉宾戴女士，28岁，来自江苏教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这个戴女士在这个小片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呀。你说你们领证1年了哈？对他不满意是吧？对。你们好了多久之后，恋爱多久之后结的婚呀？1年多吧。看上先生什么了呀？当时觉得他挺成熟稳重的，很有责任心，对我呢还不错再加上时间一长，相处的感情也挺深，所以说就愿意了。你当时为什么娶她呀？我感觉这个女孩子虽然性格呢稍微的内向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影响她。但是呢，拿了证之后，我就感觉2个人生活在一起就变了。所以这一页纸怎么有那么大的这个化学力量呢？都变了哈。你觉得这个先生有些什么变化呢？就比如我建议他出去，就是找一个合适的稳定的工作然后呢给家庭减轻一些压力，但是他不太想去，他总觉得为别人打工不喜欢。因为我一直在创业，一直在创业。对，一直在创业。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，这个生意上稍微出了点问题，结果呢导致这个经济上他也接受不了。等于说一直自己干是这意思吧？对到去年的时候买卖出点问题，对，收入没了，对，是要面临着重新调整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而那个时候领了证了是吧？对其实我也很痛苦，我也不是愿意放弃我自己的这种梦想，但是他反而觉得呢，我要去找工作上班。我说这个创业这个失败是很正常的。你把你的计划跟你老婆说说不就完了吗？我怎么计划的？夫妻之间沟通一下，这事儿有什么？沟通过吗？沟通过，但是很多时候沟通不下去。为啥呀？因为现在的情况很特别，我不可能再要求你再一直就是。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，就是那么特别的情况呢？就是春节的时候，大概是2月14吧，大年29，那一天呢，本来是高高兴兴的，我等我父母过来回家过年。但是呢，早上突然接到电话，然后我爸爸说你赶紧买票，买最快的车过来。他说你再不来就晚了，就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。当时我挂了电话后，我就在哭，然后我们连夜赶回家，然后我希望他能出面去帮忙处理家庭这些琐事，但是他觉得在那地方不合适，他初2早上就走了。不是你母亲到底怎么了？这是个什么事儿？需要他帮什么忙？怎么？我母亲在外地，和我爸爸准备坐车回家过年的，在途中遇到交通事故，当场就死亡了。对不住啊，这提起伤心事。这个事情呢，其实不是你应该帮着处理啊。初2早上嘛，他要提出要回家。当时我父亲就给他商量了，说你能不能就是跟我们一起回老家把这个事情给处理了。当时我父亲的心情是最脆弱的，我弟弟呢他在上学还小，就希望他这个女婿能把这个责任给担起来。但是他当时就拒绝了我爸爸，就说什么我不好出面，而且我现在的经济压力也挺大的，怎么样，就感觉就是以钱为借口，就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，他就自己回家了。等于您父亲希望他陪着一起回老家去处理您母亲的后事。对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根本就不是我应该能出的面的。家里边这么多的亲戚，这么多的长辈，
我出面非常非常不合适，我当时就和你父亲交流这个问题，我能帮上点小忙呢，我可以跑跑腿可以，但是你让我去参与这些大事的上头，我可能这个没法参与。所以说可能因为这方面，你陪着回家不就完了吗？本身我正在处于一个非常自己非常痛苦的阶段，我本身创业已经处于一个负债非常严重的一个时候，所以说从经济角度来说非常不给力，加上又是春节，说实话真的我内心比什么都痛苦。你要到他们家去，虽然他们家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但是你说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亲戚呢，还有那小孩儿，说实话什么红包啊我真的我自己其实我是考虑的比较全面一些，我觉得这样的见面真的有点让我很说不过去的一种感觉。你的这种想法，你给我家里人说，他们也理解，他们也说了。现在遇到的情况，侧重点不在于你这方面，你应该把这个事情的主要的办出来，不是说你考虑你那些面子上的问题。所以，他没去是吧？没有，对，回老家没去。我从这个大年这个初二上午回去了。哦，爸爸会对他有意见吗？会有一点，他总觉得他这个做法不合适，不太称职，缺点人情味儿是吧？对。啊，然后对他的印象肯定就不好了，是吧？就因为这件事情啊，这个家里边人对我的意见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你们俩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吧？这个就是因为肯定。女方家里面这么重大的变故之后，两个人发生了一些不和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最近最大的事情。其实按理说经历了这些，身边应该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哭一哭，宣泄一下，对吧？你觉得你先生是合适的对象吗？可能是很多事情造成的心理的一些矛盾压抑，阴影比较多，所以说不想在他面前宣泄吧。那你们今天来干嘛呀？我就是希望他能够，就是和以前一样，能对我更好一些，然后包容我一些，多听一些我的建议和我的就是一些想法，尊重一下我们家人。怎么就觉得不尊重了呢？就是前段时间，就是在我母亲葬礼办完以后，我就让我爸爸让我弟弟去我家过2天。来到之后呢，就是关于吃饭座位的问题，正常的应该让长辈坐在上位，但是他当时就是直接自己坐在上位了，也没有邀请我爸爸往里面坐。不是自己家吃饭还有上位和下位？对啊，我也是这样的想法。自己家人为什么要去考虑那么多？我是做个主位还是上？我真的没有去太在意这个事情。所以我结果导致了第2天发生的事情。第1天他因为座位的事情，我只是很不高兴，但是我没有给他发火，我只是给他出门的时候给他发信息，我说你今天可能做错一件事情，你回去自己想一想。后来第2天的时候，他还继续直接坐在那个主位上，我就当时就过去跟他说了，我说你这个位置不是你坐的，你应该往外坐，从礼节上就不对。但是他当时就是不高兴，生气跑沙发上坐去了。你说他这种表现情况，我父亲肯定看在眼里。除了位子的问题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我觉得他在我父亲来的时候，他没有表现出很多热情的那种。他觉得我爸不说话，他也不说话，难道让我爸爸先主动给你打招呼吗？他本来心情很差的。唉，今天2位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来这儿论理的，还是说其实我们俩觉得2个人都挺受伤的，我们来聊聊伤。我的目的就是他应该听我的。那您的目的呢？我觉得我和他呢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。过去的一些矛盾呢，我等以后的生活当中尽可能去避免这个。就是你希望改善，对吧？对，改善我自己的一个。女生是希望先生可以听自己的，先生说我希望来改善关系，是这意思吗？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更多的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，把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先放一下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生一上场，我看很有风度，翩翩君子。我知道你肯定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应该很有理很有面儿的一个人，所以呢，你会考虑到说，在女生的家庭发生变故的时候，你甚至会考虑到那个时候要不要给孩子压岁钱这件事儿，所以足以见得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多么细心周到的人。然后你说我是新姑爷，所以你们家的变故我不应该多插手。但是到了座次问题的时候，你又说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这个标准，这个杠杆到底是什么？也就为什么我们大家会觉得，我觉得可能所有在场的观众朋友和看到这期节目的朋友，你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感受，就是你缺少了一点人情味儿，多了一些
自私的成分，就是你在自己有利的时候是用那套说法来说服自己，在自己不占理的时候就马上改变了一套说法。就是非常巧，我的发小，他的爸爸在春节的时候突然心梗去世，他也同样跟先生刚结婚，我们一起陪着他们办所有的后事儿。他的先生是我看到所有白天晚上不睡觉，我只要睁着眼睛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儿，他其实没有拿什么主意，没帮什么忙，他就静静地坐在我朋友身边，一直握着他的手，打电话通知一下亲属几点到场，明天的车怎么走，他根本拿不了什么主意。但是需要他做的这个时候是一个就像定海神针一样，因为你就是他那根针啊，你能把他的心定住。所以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觉得你有一点缺少人情味儿的地方。谢谢山涛老师。来，曲总。其实你上台就在说，我觉得我的创业意识都可以影响他的，而女孩呢，肯定是对你有所崇拜的，一直也是听你的，你就是那个如果出现问题的依靠，可恰恰突发事件来了，很无助。此时你在哪里？此时你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吗？他需要的不是你的钱，他需要的也不是你能帮他撑面子，他希望的是一个义不容辞态度。这事儿我帮你扛，这事儿我陪你，那么一个男人。你那会儿到哪儿去了？你那会儿想的是什么？想的还是说这事儿应该听我的，应该按照我的逻辑走。我给不了那个红包，我不应该出这个面儿，我就走了。你去回家过你的年去了。此时你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是一落千丈。如果说以前很崇拜你的话，现在就绝对就是失望、不满。都可以过去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。我也特别想说服自己，男人也不容易啊，什么事业失败啊，我们应该去站在双方的立场去看啊。但是我忍不住。你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吗？你知道距你妻子的母亲离开这个人世多少天呢？你在这个时候，你把他带到这里，说谁是谁非，谁对谁错，你是男人。你说我想过年的时候啊有面儿，我经济条件不好，你有多么的油滑，多么的狡猾，多么的薄情啊！难道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带着妻子回到你的老丈人身边说，岳父大人，岳母离世了，我会照顾好你的女儿，我会和你的女儿一起照顾好你。这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。你想的是什么？如果换成我，早就和你离婚了。这样的男人我怎么过得下去？你苦恼，你有什么资格苦恼？你连当家庭出现这么重大危机的时候都不能挺身而出，你的企业能做成什么样子啊？你能创业成功吗？我想跟女士说的是，我看出来你并不想离开他，你希望这件事情能这样过去。但是人性有时候经不住重大事件的考验，他的人性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考验了，他就是有那么多的弱点，还能不能过？我想你如此留恋他，在这么沉痛的时候还愿意站在这儿，希望他能够继续包容你、爱你，他身上一定有吸引你的闪光点。
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个好男人对你来说。他有他的优点，所以既然遭遇这样不幸，我希望你能有勇气去面对人生，去学会成长，这就是生活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楚老师。过于在乎自己的自尊，其深层次的原因是自己内心自卑，而自卑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状态又是过于的自负。你就是这个状态。女生从最开始崇拜男方，到后来看不惯男方的自负，但是自己又离不开他。所有的事情都不宜多考虑，最该考虑的是女生心里跟妈妈的那一块告别，做好了再说其他的事情。男生，如果你还想跟他在一起，至少这段时间学会尊重他，学会倾听他内心的声音。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想对你说，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的确真的不容易。虽然发生过很多的事情矛盾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。我呢也愿意为我在生活当中做的不好的、不圆满的地方改正，也希望博取你的一个原谅。但是我又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，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。我也希望你跟我一起把这件事情和感情共同走下去。这段时间发生太多，我很乱，希望你能行了，谢谢男生的坦诚啊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吧，来吧，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可能的彼此，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去见你，我会从容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我希望你这一次的道歉是真诚的，然后真的能改进。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抱紧，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。请亮灯吧。不想确定日期，拉长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填满回忆，在爱里等着你，未来变得那么清晰，在爱全是你，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，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。我只能说，祝你们能够牵手，扎实的往前走。那样的话，我相信你的母亲在天有灵，会欣慰的。好了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京云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发现我是一块疗伤的膏药，和一个网友在一起3年了，我也尝试过想和他真正走入恋爱，他却拒绝了。现在真心不想理他，但是每当他不舒服的时候找我，我还是会去安慰他，但心里却非常难过。总是替别人疗伤，自己却伤痕累累，我该怎么结束这一切呢？你自己其实都已经说了，这只是一场网上的交往，并非是真正接地气的爱情。我劝你啊，放下网络，回归生活，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
爱情中的那段幸福的美好。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陪伴和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